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2024神童预言。在2024年的1月呢，印度神童阿南德就发布了对于2024年的世界大事件最新预测。他就警告世界呢，2024年到2025年呢，世界不会平静，会有更多的冲突和结构性的转变将会发生。尤其是2025年会有意想不到的浩劫呢，等待着人类。那么它究竟会是什么呢？印度呢是个神奇的国度古印度文明呢令人叹为观止，各种哲学思想给人们很大的启迪。在众多古印度的哲学中呢，印度的心算呢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它是基于吠陀经呢来进行预测，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经文。那印度民间的神话传说呢，吠陀的心算呢是弥勒佛询问仙人所得，可见其有多么珍贵。那在印度的心算中最为出名的就是16岁的印度神童阿南德。他在很小的时候呢就表现出了超人的智力，从4岁开始呢就学习心算，7岁呢学会了梵语，13岁呢就因为精准的预测而成名。在2019年，阿南德通过心算预测呢，声称在同年的11月至第二年的4月呢就会发生世界性的大灾难。果不其然呢，这一年的年底全球范围内就爆发了大流行病。而这一次成功的预测呢，让阿南德为世人所知。而阿南德说呢，2024年的第一天日本的火山爆发后，石川县的半岛将会发生规模7.6级的大地震。那第二天呢，日本的航班竟然在羽田的机场发生了碰撞大火，画面呢非常的震撼。他说是由于地球受到了火星、木星与月球和罗喉的大相合的影响，世界将会发生恐怖主义蔓延、气候灾难、地震、火山频发，而武装冲突呢继续蔓延。那么在2024年到2025年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世界性的大事件呢？以下呢是阿南德对于2024年的4大预言。第一个是全球局势嘛，阿南德就说从2024年开始，除了印度以外的亚洲的体制将会在20年内发生迅速的改变。他说目前东南亚的政治体系是一种所谓的民主，但是非常的混乱，有些的国家正在走向寡头统治，以及许多其他的治理体系，有些不公正，有些公正，有些呢在中间会感到困惑。那有的国家甚至是处于盗贼统治的状态。阿南德就说呢，印度也曾有过一段时间是处于盗贼统治时期，这里应该指的是英国殖民的那一段时期吧。他说呢，2024年的每个国家的体制都会发生重大的转变，而且呢并非是英国殖民地的主权移交的那种形式，将会在未来的几年内迅速的发展并制度化。阿南德说呢，目前正在全球发生的地缘政治的冲突将会演变成为一场全球性的全面冲突。而阿南德说呢，他就确信第3次大战不会发生，但是一种全球性的全面冲突很有可能会发生，或许就在本世纪末。如果人类整体对此次进行干预的话，就像是古老的印度文化中所说的那样，公众们都有做出伟大事情的能力，那么就可以改变这种世界冲突的局面。阿南德就说2024年有很多的国家会增加国防预算，火星呢将会在2024年成为炙手可热的角逐目标。阿南德就说，对于火星的探索可以说是有积极正面意义的，也会给印度的国防带来好处，但是呢同时必然也会带来一些麻烦。他说首先我们看到土星和火星将在2024年的4月非常的接近，并且呢在整个2024年印度将步入火星大运。他说在过去的10年里呢，印度一直是处于月亮大运中，总体上帮助我们确立了一个重要的超级大国的地位，至少是新兴的超级大国之一嘛。他说在2014年到2024年这10年间，在心算上叫做钱德拉玛哈达沙，在2024年呢正好进入这个时间的尾端。他说在2024年的4月25日这一天结束。他说钱德拉玛哈德沙人们就会认为这是某种印度的术语，其实呢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某种印度术语，而是一种应用于心算数学的语言。他说是用来描述天体视线的，特别是描述天文与地缘政治方面的实践是一种天文术语。他说这种计算的方式呢，是要计算出地球上的地缘政治与一个伟大的天体的视线之间的某种联系，这就好像是我们计算的黄历或者是计算木星年的一个方法。所以阿南德就说呢，4月25日这一天将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他说4月份发生的任何事情呢，都将影响印度在未来7年内的发展，并在未来的几年内呢左右印度的地缘政治。因为很多的国家都不满意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嘛，尤其是在软件科技方面的发展。阿南德就说我们将进入火星时期，火星呢将在我们的国家产生更大的影响，所以有很大的可能性。他说我们的国家呢将开始变得更具有火星特性，
这就意味着我们可能在态度上更坚定，也许更有侵略性。在未来的几年呢，许多的因素可以使得印度更容易陷入冲突，同时也变得越来越强大。所以在接下来的7年，直到2031年呢，都由火星主导我们的国家。他说，我就非常确信呢，在这种影响下呢，2024年的4月开始显现，在过渡的阶段之前，拉胡将影响整个国家，而拉胡呢，就表明外国干预以及重大的变革。阿南德就提醒印度的领导人啊，在2024年呢，面临同样深刻转变的历史关头，所以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防止暗杀的发生。而阿南德就说呢，2024年人类将会进入火星时代，这就意味着印度将会更加的积极和进取，但也是在未来的几年内更多的卷入世界的冲突。对于世界而言呢，2024年的4月呢，将会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一切都将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他说，在2025年的4月呢，将会发生一场重大的种族灭绝事件，而且还会被掩盖。其原因是2025年的4月左右呢，我们将见到土星和拉胡非常接近、非常相似的一种组合。这种情况就跟在1968年越南战争时发生过的一样。他说，当时呢，美军就犯下了最严重的暴行并进行了大规模的种族灭绝，长时间内不为公众所知，直到事情曝光并公之于众呢，才为人们所知。他说，2024年亚洲则会因为海上的一些问题封锁一些船只，进而导致重大的外交升级。第二个预言呢是经济危机。阿南德就说呢，在2024年经济有衰退之势，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贫困的人群呢更加庞大，而北美一个有很多新型的伟大国家呢会分崩离析，失去现在的地位，因为2个老人在争夺皇冠嘛，其中一个必会失败。而天然气、原油、石油等都会面临开采过度的现状，价格呢会成倍的增长。在这种压力之下呢，带来的必将是再生能源和绿色能源的飞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呢，2年半之后才会有所缓解。阿南德就说呢，一个在沙漠中的国家会突然的转换合作的方向，而导致东方大国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他说，在2024年的4月到5月末呢，木星与拉胡会有一次很大的交集。他们将开创一个新的纪元，一个新的思维纪元。他们从根本上就重新设置了现在的经济需求，并且有了新的举措。因此呢，我们就期待着未来的数月或数年内能够看到这样的进展。另外呢，他说我们还可以预测医疗方面将会出现一些重大突破。毫无疑问呢，在地球上人工智能的使用将会成倍的增加，这要归功于水星与木星的联合了。他说，今后的几十年无论是从经济还是人来说呢，非洲呢都将获得极大的发展。预计人口呢在未来的30年内将减少1%。第3个预言呢是自然灾害。阿南德就说在2024年的7月到8月份呢，会有一场大灾难，可能是洪水，可能是火灾，也可能是空气污染。一个毒害大海的国家呢，会先经历火山的喷发，然后是地震，最后是海啸的惩罚。南方的多地呢将会迎来强降雪。阿南德还说呢，古老的细菌将会被唤醒。随着俄乌冲突的进行呢，欧洲似乎已经回到了烧炭燃木的旧时代，所以全球变暖将会加剧，不断的增加全球暖化呢，将会直接激活远东已有上万年历史的古老细菌。这种细菌存在于人类之前，而且呢，以我们目前的医疗科技呢，还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对抗这种细菌。而这种细菌呢，虽然年代久远，但活性呢尚未消失。因为细菌带来的灾难呢变得更加的残酷，就是因为全球暖化引起了冻土层和冰川的快速消融，就让隐藏在里面的超级细菌泄露了出来。阿南德还说呢，在2024年一些新型的强大先进的毁灭性武器将会进行测试。因为上一次发生这种情况时呢，原子武器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测试，围绕着这一时刻发生了一阵激烈的全球竞争。他说，在2024年的4月份的时候发生大地震的几率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很有可能会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再次经历一次重大地震，很有可能呢是在亚洲的最东部。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地球的温度会越来越高，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当海水漫过土地的时候呢，人们就会向内地迁徙，从而导致居住空间的缩减，必然会引发一场惨烈的冲突。第4个预言呢是粮食危机。阿南德就说呢，由于自然灾害以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了冲突全球呢将迎来史上最大的粮食危机。对于这一点呢，有些研究所呢也给出了数据，2024年受到了食物影响的人数可能会达到20亿，是前些年的1倍还多。那食物呢只是一个影子，人类正在不断的改变着这个世界。也许呢有一天
这个世界呢就会达到人类所能够承受的极限，这才是这场灾难的开端嘛。这也就是为什么阿南德要提醒的所有人，如果大家不想被这场灾难所波及的话，那么就需要做一些事情。尽管我们都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困难，但阿南德仍然对这个2024年呢持有乐观的态度。他认为呢，在这个时期中，人类将会展现出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他还表示呢，只要我们保持积极的心态和行动起来啊，就一定能够迎接这个新时代的到来。最后呢，阿南德的预测只是一种大数据的推论嘛，我们应该保持理性啊，意识到预测未来是很困难的事情，而科学的方法和可靠的数据分析才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未来的走向。他就说2020年之后的时代将不再与2020年之前的时代相似了，这是一个全新的游戏，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而2024年呢，已经到来了，我们需要加强自身的能力和素质，学习适应的变化和创新。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关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迎接这个新时代的到来。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